个世界没有你，如果他还没有停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来了无迹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幡然不动的天际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，斗转星移，因为你。这既然已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。一长一短一颦一捺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。这一悲一喜一醉一起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启禀天君，元征虽有过错，但是毕竟曾建功于我天族，更何况袁同将军数万年来兢兢业业，有功无过，只因其兄一人的过错便惩处一族，实在不该，还请天君法外开恩。不该？什么时候起，魔之一物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了？哈，他入了魔，是他10万天兵天将给他陪葬。杜宇上仙，你要不要去问问那10万亡灵，他们的死该还是不该？天地有序，万物有道，皆因有法可依。我天族乃统御6界之首，如果天族的律法朝令夕改，那么天君还如何掌管6界？说得好。如果本座没有听错的话，战神是同意本座说的话了。怎么，战神也觉得应该严惩袁家吗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真君统领天宫战部多年，治军严厉，九臣佩服。元征乃天族战将，心智不坚，被魔所惑，残害同胞，此乃大罪，无可辩驳。天君，九臣身为司战之神，肩负除魔卫道、护卫6界之责，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战部的异常，已酿成大祸。幽都山之役是我之过，请天君降罪。人孰能无过？当年你能够及时地发现异常，在幽都山封印魔君，已是难得。九臣，你在长生海已沉睡了5万年，不必如此。凡人常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身为元征统帅，理应为自己的战将负责。而且，当年幽都山内那入了魔的10万天兵天将，皆由我亲手所杀。我一身杀孽，便是再在长生海泡上5万年，也是无法洗清。
罪与罚，皆在我一身，还请天君降罪于我。九臣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袁家已无男丁，袁同在知真相后，深感愧对天祖，已然自废5万年修为，辞去天宫战将一职，愿从南天门守门天兵做起，以赎元征之罪。还请天君网开一面。罢了，你既执意如此，百山，小仙在。传令四海，天族战神九臣，治军不严，御下无方，导致生乱。先令九臣前往紫云台领7道雷刑，众卿官刑，不得徇私。领法旨。另外，念在袁氏一族已无男丁，而袁同诚意悔改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叩谢天君。袁同，神尊去了紫云台，带你袁家受罚。袁同，神尊！神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打起雷来了，这天宫也下雨吗？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，8成是哪个倒霉蛋正在受罚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刑？7道天雷，这哪里是受罚？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！神尊呢？神尊去哪儿了？大殿议事呢？神尊，兄，神尊！
青阳医官，我师兄如何了？神尊法力高强，以神力扛住7道雷击之刑，但动用了大量神力，导致寒疾复发，来势汹汹。我别无他法，只好先封了神尊的神力。啊！你封了我师兄的神力？不然呢？小仙曾多次劝诫神尊不要妄动仙法，可神尊置若罔闻，还用神力去对抗雷刑。不封了神尊的神力，难道要送他回长生海，再造一座冰宫吗？哎呀，青瑶医官，神尊到底情况如何呀？天君那边还等着消息呢。小仙以90灵之术暂封神尊7期49日的神力，可暂保他无恙。时日一到，仙术自解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时日神尊神力全无。正是。那神尊日后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在这49日内安心调养，好好吃药，应该无碍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青瑶医官，我师兄神力被封了之后，这日常上可有什么不适吗？上神既然这么担心，自己常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诸位，神尊乃是天族战神，如今暂时神力，唯恐宵小之辈趁机作祟，还请诸位谨言慎行。我等知晓轻重。神尊，灵犀都快要吓死了，你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
小河，随你翻唱歌，不恨此花费尽恩怨为何？你看日月淡淡，任凭海水倒换，也绚烂。梦的两端，你向我走来，月光洒满无尽海，愿你入怀，安心的站住！13啊，你又要进去干嘛呀？这神尊昏睡多日了，我打盆水给他擦擦身子啊。你给我师兄擦身子？对啊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？那以前我们在军营不都是一个桶里洗澡的吗？嘘，13呀，如今你已经是女儿身了，不要总提以前那些事情了。再说了，灵犀在里面，你就不要进去伺候了，把水端下去吧。啊，去吧。司命，云峰上神，神尊还睡着呢。我刚刚进去，他睡得可香呢。怎会昏睡这么久？司命，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是凡人用的药品。神尊失了神力，天宫的补药药性太重，我怕他承受不住。切记，这些时日，神尊就是一个凡人，怕风怕凉，身体虚弱，一定要勤加看顾。天宫虽然没有猛禽凶兽，但像小青鸾、逐日鸟这样的飞禽，到底是未开灵智，一定要看紧神尊，别让他被鸟雀所伤。那鸟雀还能伤得了我们家神尊？他也不怕崩了他的牙？给我吧，我先下去了。不应该呀，应该早就醒了，怎会睡这么久？神尊，你终于醒了。本尊睡了多久？神尊，你已经睡了7天7夜了。是谁用9灵之术封了本尊的神力？神尊，请息怒，是我师姐。好大的胆子！神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师姐，她也是一番好意。神尊受了雷击之刑，寒疾复发，若不暂封神力的话，恐怕……罢了。请神尊用茶。青瑶医官可有交代过，封了神力之后会有什么不适？师姐说，神尊暂失神力，就不能正常吞吐天宫的仙气了。虽是上神之躯，却与凡人无异，会渴，会饿，会异常疲惫，需要睡眠养神。本尊问的不是这个，本尊指的是会不会头晕、气闷、无力，好像中毒一样。这个师姐好像没有提过。神尊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，神尊？啊？本尊是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除了我们几个，根本无人知道神尊失了神力。那云峰上神也是亲自在这浮云殿外镇守，这寝殿内小仙一直在此，寸步未离。神尊，你说，到底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？
敢对神尊下毒？你说本尊睡了7天7夜？是。这7天之内，你可有开过门窗？没有。这门窗若是开了，这爹娘好不容易积攒的热气，岂不是都要跑出去了？神尊，你放心，小仙知道神尊畏寒，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呀？那你知道火炉密室燃烧是会中毒的？有吗？可我们不是神仙吗？本尊被封了神力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神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神尊，开窗，窗。神尊，这里的云雾太大了，湿气重，以你现在的身体，不宜久坐，容易风湿。茶。青瑶，你是从浮云殿回来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见到神尊了吗？见到了。神尊怎么样啊？没有大碍。哎，没有大碍，前些天你就这么说。玉离仙君。听说战神前不久收了一个小仙娥入殿，不是说那是谣言吗？空穴来风也未必无因。战神向来不苟言笑，像这等消息，过去又如何有过？听说呀，战神这次恢复声誉也与那小仙有关呐。还有这事儿？战神向来重恩，听说啊，那下界小仙模样还不错呢，没准战神这次真是动了心啊。哎，那可有福气了，一步登天呢。哼！你是小仙灵犀，见过仙君。请问仙君，你是来找我家神尊的吗？果然是你呀！上次宴会匆匆一面，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小仙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看来本仙子还真是看走了眼呢。玉离元君，灵犀，你就是那个生在桃林，修习5万年至今仍是地仙，可真没长进。你的生父乐伯曾掌管药王洞，后因醉酒误事被逐出了天宫。玉离元君，你到底有何事啊？你若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着什么急啊？青瑶是你的师姐，你还有一个整日到处寻衅打架的狐狸师弟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母族，连生母是谁你都不知道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本仙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仙君就在这里慢慢说吧，小仙可没兴趣听。修为不高，脾气倒是不小啊。好吧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明白，你呢，除了在浮云殿做仙娥以外，再也不可能与神尊有别的什么关系。所以不要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的人是你吧？对呀，就是我呀。
我长得比你美，修为比你高，我可以，你就不可以。好了，我现在就要去见神尊了。神尊，药王洞玉离求见。进来吧。灵犀，进来吧。神尊，这九龙蛇火罩是当年祝融火神以炙炎神珠打造，上刻九龙凝炎仙阵，又经地火淬烧了3万余年而成。父亲说，这对神尊的寒疾有所帮助。妖王有心了。灵犀，把东西收好。是。父亲还说，前阵子他外出云游，耽误了神尊进药，内心十分不安。好在我们药王洞轻徭医官还算尽职，不然还真是犯了大罪过了。药王言重了。其实，玉离的医术不比轻徭医官差。以后神尊若是不嫌弃的话，玉离可以。轻徭医官很好，多谢仙子。本尊最近身体不适，仙子你可以退下来。灵犀，带本尊送客。是。玉帝元君，请吧。那玉离改日再来探望神尊，玉离告退。小仙送玉离元君。不用你送了，这儿我比你熟。那正好。元君慢走啊。我好像睡着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神尊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刚刚。
凡人怎么那么爱睡觉？不只是凡人爱睡觉，神仙更爱睡觉。我爹每次一喝醉就睡上个3、5年的。这世上不爱睡觉、整日修炼的，恐怕就只有神尊你了。你不用待在这儿了。小仙多嘴了。你把这带走吧。这个是药王给神尊你的。你个性懒散，每天都在睡觉，所以修为才那么差。此物属火，对你丹鸟一族大有裨益。你把它留着吧。谢神尊。小仙告退了。全族被奸人所害，小人愿追随魔君，肝脑涂地，百死不悔。你追随本君？小人愿意为魔君解除桎梏。旧臣耗尽神力将本君封印在此，险些搭上自己的性命，就凭你也敢妄言助本君挣脱桎梏？小人当然没有那个实力，但小人可以解开福灵院，召唤幽冥之门，那是神魔两界的通道。幽冥开，夜晚魔兵会聚集麾下，那个时候，魔君就再也不用怕那些虚伪的众神天族了。你是烈夷的儿子？是。好。
叫黑痴来见。属下已等候多时，黑痴拜见恩主。去，找一名5万年前生在幽都山的女孩，她身负神魔之力，正是魔君所需之人。属下遵命。国师，仲浩果然没死，他入了魔。入了魔？他还是走上了这条路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国师，他去了汉山族寻找助力，并且已经获得了魔刀。虽然魔刀是残缺的，威力还不大清楚，但是却不容小觑。如今想要擒他的话，恐怕要费一番功夫了。他还不配得到魔君的真传。他既然得到了魔刀，想必魔君有事情要他办。据说他在帮魔君寻找5万年前出生在幽都山的孩子。国师，会不会是5万年前？当年魔君和战神大战，难道她是国主的女儿？仙母，我的孩子是生是死？生。魔幻，我们的孩子还活着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国主，国主，你要想开些。虽然还未找到公主，但得知公主尚且活着，这也是难得的好消息呀。国主，总会有和公主见面的机会的。况且，莫欢又是丹鸟一族人，现如今丹鸟族极为稀少，像这种特殊的血脉是容易找到的。但愿吧。阁下可是乐伯？正是，不知您是？山灵族灵月。原来是山灵国主，有失远迎，失礼了。不必多礼。不知山灵国主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早就该来的。不知乐伯可识得此物？
这是莫欢师弟的敲啊！凌月，见过师兄。莫欢是我夫婿，我与他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。可怎奈我父亲莫欢已经死了5万年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仇我已报，只是这些年我过得浑浑噩噩，不愿再提往事，竟忘了来告诉你。凌月，失礼了。三杯两盏，树影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后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，爱不知可否。忘了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头。扑空的双手，无人回首，软语又还休。若情的是情的猜测，人死当是否？一朝不舍，一生难得，为你忘记我。知心遇见始终的相投，痴迷了太久。我用这一走翻开心口，真实的血肉。多少次对镜相拥，转眼又惺忪，将如期的我走成了琥珀，让回忆细水长流，随我入春秋。梦里厮守，梦外无忧，绝望时回首，你人在身后。